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林亮君，午安好，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人黄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您邀请到立法院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那节目开始要代表所有制作单位，谢谢将军跟任君两位。因为观众朋友，你只要礼拜一看我们节目的话，因为大家会关心台湾未来一些发展，包括中共党主席郑丽文，然后以这样，然后尤其是何英禄他们的中常委何英禄讲的一些发言，会不会对于国民党是不是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些事情？国民党中常委讲出毛泽东，讲出很多这一类一些词。那包括今天接下来的发展呢，当然就是国民党今天中常会郑丽文主席碰到何英禄，他穿着一身的这绿色的衣服，然后问他干嘛穿这么绿，他说因为他变绿了 ，OK。然后接下来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要帮国民党解决这样的一些的纷扰或问题，最起码是帮将军跟任俊解决了问题，因为任俊跟将军那是为了国民党到底会不会处分何英禄这件事情，任俊是说会不了了之。我说会，要么就轻轻放下，不嘛就不了了之。好，那将军说一定会处分，一定会处分。结果，那今天的媒体上的报道，何英禄说他宣布退党，一次解决了2个人的问题，是吗？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何英禄怎么说。来，我们是中国人。郑丽文主席在选举都讲，大声地告诉大家，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你没有讲出来，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还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人？你就是诱导我再喊统一。我退党，我全部退党。这个国民党我不想玩了。好，那结果在礼拜一播出的时候呢，任俊跟将军2个人为了这个就讲说，那如果要是最后结果是怎么样的话，输的人要请所有的制作单位跟现场所有的来宾呢，大家要吃鸡排。那结果何英禄刚才看到他说我不知道，他说宣布退党有没有后续要办，这个要问将军有没有后续要办的一些程序。不过将军跟任俊达成一个协议，就是没关系，那将军请。我请饮料，你请饮料，任俊请鸡排啊。OK， 好，但观众朋友不要来排队哈，因为这个不要排很久的。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是国民党的很多的来宾跟代表在节目里面会讲到说，这样子对国民党未来2026、2028会有什么一些影响？任俊，他现在告诉你，他退党，他不玩了，这个国民党他不玩了。可是他直接说，郑丽文你诱导我去讲出这样，你当时也不讲，你那个中国人。到底是哪一个中国人呢？不是这个何英禄，他穿着一身亮绿色的衣服嘛，老实讲，这个蛮显眼的啊。但我觉得他今天讲完话之后，应该换郑丽文的脸都绿了啊。就是你今天何英禄自己，而且他不是一次拍这个影片啊，我也必须讲啊，他那个影片，我觉得何英禄在耍一个诈啊。好，虽然我衷心希望他留在国民党内，但他好吧，我尊重他的决定，反正我也不是国民党的哦。但是我就讲，就是说。你的那个言论是只有郑丽文当党主席之后11月1号你开始讲的吗？还是你前面就讲了？我今天问了几个国民党的人，就不是今天了，因为这几天关乎鸡排的问题，对吧？关乎男人的尊严这样子，还关乎很多鸡的问题啊。其实我就问了几个国民党，我说你们到底认不认识这个人啊？我听到很多答案，就是说知道有这个人，但是接触不多就是知道他很活跃，他很热情那有些活动，尤其像台北市议员的那个活动，他有时候会出席但是他也不是那种就是会缠着你或干嘛，但很热情的一个人我就只问一个问题，我说那请问你们知不知道他在你们前面的这个何英禄，跟他背后拍影片的何英禄，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他曾经讲过些这话？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要撇清责任，大家都说不知道那天更有趣了，他今天改过来骂郑丽文，就你呀。中国人也骗，台湾人也骗，你搞一个这个什么？大家告诉大家说我是中国人，我就被你诱导了。我是讲统一，但是他的统一基本上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听到国民党一些朋友他的意思是说，郑丽文的统一没有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个统一版本你看这几天大家为了1国2区在那里解释嘛，我都讲你的区跟我们的解读的区会有落差但他们认为说，第一个你何英禄走得太极端了你跟那个郑丽文都不一样结果何英禄今天说什么？他说呢，郑丽文主席在选举的时候讲说呢，大声的告诉大家，我们都是中国人。
但是你没有讲出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还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人？你诱导我喊统一所以我就跟着喊了啊。他说那个我退党宣布国民党我不想玩了啊。不是整个国民党，我也必须讲我觉得国民党没有想跟你玩。我为什么会说这整件事情？我当时认为会这个轻轻放下，甚至就不了了之因为很简单，真正退回考纪会的理由，就是因为没找他来聊。是啊，没有说明就没找他来聊嘛而且据说那一天那个考纪会开会，我不知道那么巧说这个开会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人提了一个临时提案，就突然那个何英路这个突然被大家发现了他那个问题很大，所以当场就做了一个裁示，就说好，那我们就先停他的职现在，那我讲你从头到尾没有这个规定是停职嘛？你那个考纪会你那些考纪委员每一个都是老屁对，每一个都是非常资深的，你很清楚知道党章那个该怎么做，怎么可能会不找当事人来当时做裁决？据说啦，当下是有人比较强烈的讲，就是说这个如果你不赶快动作，对于国民党来讲会伤，所以呢就做了一个裁示，直接讲，就是说那我们先停他职，为什么停职不痛不痒？也不涉及就是说怎样，结果没想到何英路不吞。你知道我今天问国民党的朋友是这样说了其实最上策就是当下何英路就自己退。你不要搞得大家尴尬嘛，结果没想到何英路可能听见了因为今天搞了一个就是好，他化解了第一个，国民党不用处理何英路了。如果他的退党是这种公开，我不玩了，有时候是说气话嘛，我们可以看到立法院里面以前从以前他有些立委我捐薪水。结果到最后也没捐，为什么？因为时间到自动入账，除非他自己说回来。因为那个总务处也不敢说，你说捐了你又没有白纸黑字，我哪敢不给你所以薪水照你，很多都这样喊完就这样要问国民党了是不是他喊完之后就生效？但第一个他帮国民党解套国民党不用再处理这个尴尬的问题你到底要怎么个办他法因为何英路之前其实一直在争执的是什么？你今天处分我好歹是选出来的。你们这里搞笑，我以后会不会都不能选或干嘛你说要重到什么程度？停党权吗？那停党权真的就会影响他嘛？当然，对不对最终就开除嘛。那如果最终要到开除，你这个力道要怎么拿捏？我听说了因为他们原先的想法是这样，因为退回到考纪会里面有1个月的缓冲期限。我们就1个月里面大家再来集思广益现在不用了何英路真的就是被气到但问题是现在原来千错万错是郑丽文的错。你也没讲清楚，搞得这个何英路傻傻跳进来那问题是，当他讲说你在中国你讲这个，在台湾你讲这个，我觉得何英路一部分的说法，其实戳到的是有些人对于国民党的政治人物的质疑。你到中国去，你也不敢讲中华民国你在这边，你又讲统一什么什么，走在这种游走的边缘。好了，何英路其实我必须说国民党也没有觉得他很重要了。但问题是，他今天挑起来这个，我觉得曾立文现在一定会觉得是怎样啦？你被停，你要退，怎么弄到我？曾立文还一度想跟他表达善意嘛，才会你刚才那一段说，我觉得曾立文也不是想跟他翻脸。好了，那何英路现在就脸撕破了大家弄，那最后就难看了，我觉得就变国民党自己要去面对。将军，他这样呛说要退党就退了吗？因为或是换一个角度，当他如果真的说要退了，是帮国民党2026、2028解决了很多一些的问题吗？尤其要参选的一些人，那最起码他们就可以大声的说，你看国民党就不像你们说的，那为了担心怕中国大陆会有什么反应，就算何英路讲出那种什么毛泽东所有这些事情，国民党还是就是因为要处分，所以他退了。他们可以大声的这样讲可是刚刚人家讲某种程度何英路今天他不只讲了郑丽文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那个中国人不要这样模糊嘛，你讲清楚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有很多民党的朋友要问国民党的都会问到这个。他连萧旭晨也讲了，他萧旭晨也说台湾地区对，他说要一次把国民党这些在这一段从郑丽文当主席以降这些相关的论述全部都捅出来了。这个我不知道何英路小姐是不是看了我们的节目想让我跟任君一个都别想跑。为什么？她自己退党了，我们2个投降输一半了。对，全部都要起。不过我告诉大家，这个事情如果他说我退党，后面我退过党是在这边我退过党，退党要做哪些事？你要把你的党证加上一个退党声明书写好，寄回党部。
寄回党部，然后党部收到之后，他有一个评议委员会，然后核定你退党，会寄一个核定的公文给你，说你已经那才叫退党。对，可是我告诉你，我到现在没收到。你可能案例比较应该也不会收到了，应该也不会收到，因为为什么？我已经用无党籍选议员了，所以说应该就没有问题。但是何英路他后续有没有完成这个手续，那要看他。那如果只是嘴巴说退党，没有寄退党申请书，那么考纪委员会还是可以启动。因为你拿退党来威胁中央，还是会启动。那我觉得何英路应该是要玩真的，看起来不像玩假的。但是将军他今天讲的那一大段话，是帮国民党未来解了套，就是我要退党了，是帮国民党未来解了套。也就是说，国民党没有跟中国大陆的共产党大家之间搞得这么深、这么有交情、这么复杂，还是他帮国民党制造了更多的一些问题？因为他讲的那几段，如果是绿营上亮军如果质疑的话，国民党一定有一些回应跟说法。可是当来自何英路，他还是国民党中常委。现在还是要用中常委，曾经说好了，他是国民党中委。当他点名这个的时候，他们连所谓的那回旋的空间几乎都没有了。其实何英路今天穿的一身绿哈，对，可是他的动作是拿了一桶红漆往中央党部这么一倒，全部染红了 ，OK， 彻底的染红了。你想想看，国民党内部的党员会不会讨论这个事？当然，何英路这个新闻，国民党的党员一定知道嘛。这么霹雳，离开的时候说我退党。国民党中常委最喜欢用这一招，好像退党很大，退党一点都不大，只是离开国民党而已。那可是何英路这一句话，间接的认证了国民党的两岸方向，间接的认证了什么叫9·2共识，间接的认证什么叫一中，那个一中绝对不是你我熟知的中华民国。间接的认证了什么叫9·2共识，间接的认证什么叫一中，那个一中绝对不是你我熟知的中华民国，而是何英路中常委他所讲的郑丽文，你误导我，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支持的就是毛主席。所以你觉得这个控诉还不重吗？这个控诉国民党还可以轻忽吗？请客我愿意，但是国民党你必须要讲清楚，何英路讲的不是你，否则我连对国家唯一忠诚的反对党的这个希望，可能都要破灭了。来，任之要不要直接回应一下这一段？这个何英路今天这个是帮国民党解了套，还是将军刚刚讲直接拿红漆往国民党身上泼了？没有，他现在加入民进党了啦，因为他说他变绿了嘛，所以这不是我们的问题了。我困惑。对，他说他变绿了，那我觉得何英路理解力有问题啦，因为郑主席从来没有讲说那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他不但理解力有问题，他也没看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之前就讲过，我们讲的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啊，我那时候不然就中国就是5000年的文明中国嘛，绝对不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啦。上次我还在这边讲说，刘德华有一首歌啊，第一句就是5000年的风和雨，5000年好不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才70几年啊！你再多唱几句，你可以把它唱完了。 5000年的风和雨呀，唱了多少梦？有没有？5000年就是从那个三皇五帝、唐虞夏商周、秦汉三国晋开始算起，好不好？文明中国，所以绝对不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就也没看我们节目，所以呢，他就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理解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这样的理解，当然跟本党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出对他党纪处分，也就是对他的一个否定嘛，对他的理解的否定。那因为有一个程序，说他今天可以到中常会，然后他穿一个绿色的来，然后主席说你怎么穿绿的，他说他变绿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不过他犯事情犯违纪在先呐，退党在后，应该是要继续开考纪。因为将军刚讲说，国民党针对他后来讲了国民党的立场这些东西，国民党需要正式出来再做一些叫驳斥或是回应吗？至少要说明，需要吗？对。因为我们长期的路线跟他讲的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如果有看新闻面对面，或者是常常听我们国民党的人论述，就知道他讲的不是我们的意见。对。那既然大家好聚好散嘛，都要退党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一直针对。坦白说，大家也不太认识他啦。说实在，他如果不是讲这个，谁会听过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就可以翻页了啦。那对，我觉得这可以翻页。我觉得对国民党的。大家把话讲清楚就好了。来，米凤，这件事情翻页了吗？当然没有啊，大家都还会有陆续的这个何英路，其他的何英路，
对啊，那因为我觉得这个风潮已经形成了嘛。什么样的风潮？就是跟随这个，他就讲了，就是跟郑主席的这个所谓他是被郑主席的诱导而来的。那被郑主席诱导的人，可能还会有很多人啊。那而且这次呢，党纪没有处罚，是他自己退党的，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了不起，我就退个党。然后但是呢，我要展现一下党主席的这个言论，我们要支持他。所以呢，我觉得陆陆续续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人勇于表态吧。而且你整个也没有，国民党并没有说他退党以后你还是要明快处理啊。你对这件事情跟何一路自己退党是不一样的事情就是你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态度，那你也自己要有个决定啊。你不能说他退党我就翻页了，翻哪一页啊？你就是说，那国民党要借着这个机会，再一次出来直接讲说，包括郑丽文主席当时讲的就是中华民国。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也不需要做任何的文章，刚好借这个机会打蛇随棍上，把这件事情做一次的解释。那当然啊，是啊，所以就说，如果说何一路退党，那是他家的事嘛，反正对你们也不知道喜欢他了，站起来。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那退党就退党嘛，怎么他也把你们党骂一顿啊？那你们就应该就进一步的党纪处分嘛，那更好处分了，不是吗？就不是停权而已，要开除党籍啊。可是这整件事，衣服穿错颜色要开除党籍啊。衣服穿不是，可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所谓的从意识形态那些，如果具体落实下来，因为最近在立法院里面，包括修国籍法这件事情，因为现在不是只有花莲那个村长的问题，接下来民众党替补上来的，对李珍秀，他也是陆配，大家都会适用到这些，所以当现在看起来，蓝营的包括傅昆萁这样党团就是要往这个国际法20条要修的时候，卢秀燕出来说话了，中评社出来直接算是骂卢秀燕吗？那这些在未来呢？这就从刚才讲的，从何英路那些意识形态讲一个意识形态具体落实到变成国际法喽。对啊，就是说你最严重的不是何英路这个话而已，他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然后出来讲一讲而已。重要是你们是跟着这个主席的这个意志去修这个国籍法啊。那今天为什么身为一个作为卢秀燕要被中评社这样骂？中评社说你不表态就是在回避问题，这个样子会让争议越来越多，就开始算账，说你拿了什么东西不选党主席怎么样，然后呢就说，然后因为卢秀燕在回答的时候，后来有脱口说明代本来就是要中华民国国籍的，对啊，所以中评社就更不满了。那我请问一下，一个港媒这样子批评你们的这个台中的一个县市首长，你们完全都不反驳吗？都觉得他骂得很对吗？那你们现在就搞到就是两国就是一国的概念嘛，不是说你们把中配删除之后，好像中华民国跟中国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大的概念叫中国，就是所以同一国，所以可以在我们这边做这个党公职，这样子对吗？我告诉你这个如果你依照反渗透法，它是属于敌对势力啊。敌对势力，如果你去接任公职的话，所以今年的5月7号，赖总统才定位中国为反渗透法里面适用的这个范围里面，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你们这样子就修一个国际法就可以通过了吗？然后他根本就是要被可能在这个反渗透法里面要被办的人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于这件事情，好好的考虑清楚啦。当然有人讲说白银可能不会通过啊，因为白银可能陈志涵要接李珍秀的位置。那如果因为个人因素而让这个国际法修法没有通过，也算大幸啦。好，但是如果你修法通过以后，因为你现在给人家的危机感就很大，现在就是这个事情之后，很多人就传给我说，香港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是因为很多中国人就入籍变成这个港籍，然后所以呢就开始可以选立法会的这个委员什么的东西的，然后这种慢慢的渗透进来，所以国际法的开这个口，我觉得是引起社会很多人的担忧啦。而且你们根本没有
办法讲清楚，就是说到底是哪一国，他怎么会跟我们是同一国？那我们可以回来说，如果是美国，如果是为什么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那李庆安要不要回来跟你要钱？因为我美国籍啊，如果这个那麦玉珍要不要回来说我可以去当越南籍？这根本就是不公平、不合法，就是说整个跟政治现实都很违反的一个修法的动作嘛，危及到国家安全。来，元之，你有没有听到绿营有立委就直接讲说，如果照你们这样修完的话，到最后所有的包括陆配所有中国大陆的人全部都可以来的话，以后变成包括我们来选我们的总统，选所有的绿营的人讲说，那未来台湾难怪郑丽文说2028不见得会有和平的选举，因为根本就不用选啦，这还选什么呢？绿营就直接把这个人灌上来。对，那他们要制造恐慌啊，但是大陆人要来也没那么容易啊。他要来要结婚嘛，那是美人军团还是帅哥军团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不用无限上纲啦。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依法论法嘛，因为以法律的最高原则就是宪法，而我们的宪法就是一中宪法嘛，就是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啊。这按照我们宪法就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大家可能会觉得跟现实脱节，但是宪法就是这样规定。所以民进党其实可以制宪。我觉得他如果认为真的不合理，制宪。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民进党任何人提出修法的主张啊，或修法对。但是你现在你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宪法，宪法就是这样子规定嘛，在我们的宪法里面就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所以原则上才会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才会有陆委会。那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如果是大陆人、中国人取得了中华民国的国籍，基本上就是放弃户籍嘛，就是没有，他就在我们宪法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没有东西要怎么放弃那个国籍？所以它是适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法律就是这样子规定啊。你如果觉得跟现实脱节，王一川一直说他是台湾国立委，根本就没有台湾国这个事情，所以你们骂他干嘛？所以第一个，明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不好？我等一下讲哈。第一。所以按就法论法就是这样啊。那也有很多法律学者以法律的角度说，那就是内政部要扩张解释啊。如果内政部没有扩张解释，是适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个特别法的话，也没有这些问题，也没有修国际法的问题。那所以修这个法是为了符合宪法的规定嘛，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刚刚敏凤姐讲到王一川，对不对？王一川。像徐小青就算他啊，原来中华民国只有112名立委，为什么？因为王一川不是中华民国的立委，他是台湾国立委啊。那中华民国立法委员这个叫什么东西？立法委员这个叫做宪法职务，是因为我们的宪法里面有立法委员，所以王一川才能够做立法委员啊。那我们宪法里面，我们的国民上来之后，未来立法院只有111位立委，因为有一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委。没有，我们中华民国是没有在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基础里面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什么鬼？我说我现在讲法律嘛，所以明慧姐，你如果觉得怪的话，跟现实脱节，赶快叫民进党制宪。他都已经执政多久了？一直不制宪、不修宪、不废陆委会，然后一直口嗨。那我回过来讲这个东西，因为宪法是中华民国规定，中华民国没有台湾国这3个字嘛，所以。王一川说他是台湾国，不是中华民国，那当然就中华民国就很不伦不类啊。王一川说他是台湾国，不是中华民国，那当然就中华民国就很不伦不类啊，对不对？所以王一川，如果你觉得你是台湾国立委也 OK， 因为这就是你认同问题。本来以前蔡英文就讲嘛，在台湾没有谁要因为自己的认同改变，但是立法委员是法律职务，所以你如果要当台湾国立委，不要当中华民国立委。你要制宪，否则你就辞职嘛。来，亮君，对于对你来讲，或对于民党的朋友，那最担心的是，如果照这样修完以后，你们最担心出现的状况会出现什么样一些情形？其实这就是国安问题啦，哈。那但是我先回应一下，就是说刚刚这个元之讲，就是说国民党现在的逻辑就是说，好，现在国民党团主张要依照宪法，要依照宪法说好，那大陆地区的人民也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啊，所以不能剥夺他们参任权等等的哈。这听起来是非常尊重宪法。那如果说好要凡事尊重宪法，以宪法为最高指导原则的话，好，那我就问一个事情：那普方谢金1万块，你怎么没有编14兆？
如果你就是连大陆地区也都算进去的话，那你当时在通过这个特别条例的时候，你就说那我们应该要编14兆啊，对，这个大陆地区的人民也应该要可以拿到1万块啊。如果按这个逻辑下去讲的话，那真的是没完没了嘛，那。所以你发钱的时候，那国民党就说啊，那就是台湾地区这个2300万人，然后呢进到这个公职的时候又说啊，那我们也不能去限制这个大陆地区人民的这个参政权，我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就是如果你真的从头到尾都要遵守中华民国宪法的话，那真的会出现非常荒谬的情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从过去到现在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或者是民进党执政，在宪法的解释上面，我们针对这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之间是非常清楚，就是互不隶属。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很简单，我们以另外一个方式来理解好了，就是说担任民代、担任公职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它相当于我跟选民缔结一个契约，我跟这个国家缔结一个忠诚契约嘛。不管我担任议员、担任里长、担任立委、担任首长、担任总统，我就是效忠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国家，非常清楚单一的这个忠诚。那这个跟什么很像？就跟结婚契约一样啊，对不对？那你结婚契约也是嘛。那依照现在台湾就依照现在这个国家的法律，就是一夫一妻制，对不对？那你就是只能单纯的单一效忠，单一效忠你的伴侣。那你现在如果说突然讲说，那这个如果这个其他想要跟其他人交往啊，可是呢，其他人啊，另外一个人他就没有办法离婚因为他的另一半不让他离婚所以呢，我们就要来修法，那决定说那这次让他重婚也可以，这不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吗？这个是政治劈腿啊！对，这就是国民党现在的修法。如果依照他们的逻辑，不管是从宪法上来去讲，亦或是大家最能够理解的这个单一忠诚的概念，我们以结婚来讲的话，现在他们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重婚的意思啊。那这大家可以接受，可以理解吗？那它在政治上会产生最大的一些危害，会是接下来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一些所谓的中国籍配偶来到台湾，那如果按照国民党的修法，他们未来如果可以参政的话，那他们可以选我们的立委啊，甚至行政首长，甚至乃至于总统。那当然，你就说这个接下来这些公职，它的职权里面会包含什么？我们讲最现实的。审查会审查什么？审查国防预算，审查很多机密预算，审查很多跟国家安全相关的这些预算。那我们这一些国安的防线，在过去我们就很清楚的，如果你要当公职，你就是单一效忠，你只能效忠台湾。即使你有美国国籍，像之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他之前参选的时候，他有美国国籍，他也放弃啦，他就是要来当台湾单一效忠的这样子的一个民代候选人。那就任何人想要来台湾选举，任何国家就是单一国籍。那你说这一些中配，他没有办法放弃中国国籍，那他来到台湾，他要来参政，然后他不符资格，这是谁的问题？这不是台湾的问题，这从头到尾就是中共的问题啊！中共不让他放弃他的国籍啊。那你说这样子的人进来之后会引发什么，衍生什么样的后果？会不会有中共现在的统战无孔不入嘛？除了这些军事之外，很多的心战、资讯战，更多的是这些渗透。那这些人进来之后，他如果背后有其他的意图的话，他进来这一些国安的机密跟这一些相关的这个比较涉及国家安全的部分，可以说是门户洞开啊。那所以这个当然是大家所担忧的事情。那会不会有人就讲说，你这样就影响到他的因为国民党就讲说这样会影响到他们的参政权啊，或者什么，那就没有一个平等的原则啊，或者这些。可是就是我们台湾的法律就是这样啊，就是要单一效忠啊。那今天他没办法放弃他的国籍，难道是我台湾的问题吗？他没办法跟她老公离婚，那难道是因为我的问题吗？那你要去问他的伴侣，问他原本的这个国籍，问他原本国籍的国家为什么不让他撤销或不让他去放弃这个国籍嘛？亮君，如果照刚亮君来原则，我们就这样讲。如果要是有一个要来参选的，然后结果他没有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这些，如果那个人是像何英路这样子的，那如果这样的多一点，那这如果是何英路，他就选不上啊。因为我第一个
按照现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它本来就有参政，而且它参政不是那么容易，它要先取得我们的国籍，而且要等10年以上，它才能够参政。第二个，他还要选得上，我不相信何英路在台湾选得上，对，他能够超过100票这个问题啊？不可怕，就像吴石这也会选得上。好，所以你说谁？吴石应该现在选得上吗？他走了。我说像吴石这种人，以现在台湾的我们讲那个吴思怀将军，吴思怀去大陆阅个兵而已，我们就担心的要死。现在可以光了唐诗人进入国会，他在人民大会堂那个吴思怀那个时候是人民大会堂，对唱歌。好，那吴思怀当了立委4年啊，那他到底有做什么伤害台湾利益的事情？没有，大家都诛心论嘛。所以现在每个人在讲的，好像都是说，哎呀，不能让大陆籍可能是陆配之后参政，因为他只要省了国防预算，他就有泄密的可能。其实这是一种歧视啊，真的很歧视好像就戴着那个有色眼镜在看人家。我跟你讲，任何然后再来，我觉得很简单，如果你要歧视，我觉得超歧视的。我觉得应该要代表效忠，为什么他可以有另外，他可以效忠中国之后，然后他没有效忠中国啊，他因为他没办法放弃他的国籍啊，他放弃户籍就是等于是取得我们中华民国国籍就已经符合身份。然后还有一个，刚刚亮君讲说，那你这样普发1万，为什么没有发对岸什么？我觉得这个不伦不类。因为这个是治权的问题嘛，他要先成为我们的国民嘛，来我们国民他缴税嘛，缴税才有办法还税于民啊，怎么会没缴税没有成为我们国民，还可以拿着1万块？这个是管辖权的问题，不要把主权跟管辖权混为一谈。来，第二人就要不是吗？这个如果要讲歧视啊，吴思怀第一个跳出来，对不对？他作为一个专业的将军，对，他将军跟我比较敬重旁边这位，结果当时他要进外交国防委员会的时候，对不起，你跟人家一起抽签呐。那为什么？因为大家质疑他的那个身份嘛，不是质疑他身份，他质疑他有那个过往嘛。那谁限制他？国民党限制他。那如果按照刚刚那个逻辑，谁歧视他？是国民党自己在歧视吴思怀啊。对啊，那吴思怀在当时就是因为这样不准让他进去，所以他后来就加入国防委员会啊。后来国民党那时候就修正了，不管了，就是怎么辩解，那我就尊重哦。第二个就是说你要进到法里面去哦。我还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立法委员很重要，重要到我认为他要修任何一个法，先把法看清楚，你再回来谈修法啊。现在大家一直纠结在就是说国籍法里面，一直讲说这个什么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的这个叫简称叫《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嘛刚刚这个元智所提的就是第21条，它有限制，可是我觉得大家去思考一下刚刚亮君所讲的，我就问一件事情立法委员要审很多的预算。他有很多东西会进入到秘密会议，所以有些东西是不能公开的。就在国民党现在一直在抱持的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21条里面，请大家看看最下面的这一句写的叫做什么？前项人员不得担任涉及国家安全或机密科技研究职务。法里面其实是有明定的。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我必须讲我很早我就讲，我就说，与其去动国籍法，你们应该事先去看一下。你们在称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到底写些什么东西？如果你的第21条这边告诉你，对他都拥有这些权利，最后一句告诉你说不可以担任涉及国家安全或这些职务，请问立委的这个身份，他算哪一种？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想在座大家都很清楚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有些不是靠选上的有一些呢是祖上有德或者只要跟党中央愿意提名，比如说不分区，你呢只要政党票有你就可以进入了。有多少立委都是这样嘛？所以我觉得他的问题就回到了，就是我还是强调，就是你今天要修法，今天看到国民党提这个修法了嘛？我就问一下那如果今天你一定要拿21条出来讲，那你21条的最后那一句你要不要修一下？立委能不能有没有涉及国家安全？当然有啊。吴思怀在当时就让国民党就用这个去卡他嘛，你自己都卡你自己的将军，不让他进入国防委员会，叫他抽签。对不起我必须要让大家知道。吴思怀那一次是没抽到签，他没有进入国防外交委员会。来，将军要补什么？我要补充一点刚才一直在讲什么一个中国，根本这个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我记得这应该是马英九先生讲的，他说9·2共识就是主权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那到底在不在？治权在就在啊。那边就有一个治权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就在啊。所以我说，今天钟平生骂卢秀燕骂得蛮冤枉。卢秀燕讲的一点都没错。他说：“你定义一下外国人，
中华民国国籍以外的都叫外国人。没错吧？什么叫外国人？中华民国国籍以外都叫外国人啊。那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中华民国国籍以外？这当然是嘛。那你硬说一中，这个当时的一中我觉得国民党现在一直在陷入一个无限的轮回。今天被何应禄打破了，何应禄彻底把它打破了。什么矛盾？我告诉第一个，为了要让中国不打你，和平为先，所以呢，永远就讲说我一中框架，一中框架的想象。那这个一中呢，到底是什么？为了要让中国不打你，和平为先，所以呢，永远就讲说我一中框架，一中框架的想象。那这个一中呢，到底是什么？这个一中，我们说我们是中华民国，对啊，没有承认过你，那你又不敢去否认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你就陷入这个矛盾。第二个，又想向本土靠拢，就说没有，我们以前做的事情都太粗暴了，所以我不愿意，因为白色恐怖愿意道歉。可是呢，我还是一中。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要去向泛蓝拥抱，要深蓝要拥抱。我要支持蒋介石，不能骂蒋介石。我要支持这个什么黄复兴啊相关的这些深蓝的。所以你这每一个坚持都是矛盾。所以这个矛盾就存在哪里？我再次强调一下互不承认也互不否认彼此的存在。但是现在不讲这个，现在叫做两岸互不承认是现实，但是呢，互不侵犯才是关键。不过来。一中，你也是一中，来，一中，两件事。其实绿营一直在针对这些事情，会担心的是我们常讲的一句话：敌人就在本能寺。对，就是担心的是，好了，那故事你大概等一下可以大概讲一下。重点是在于说，就担心是自己内部出现了一些的状况，所以绿营一直在担心这些。这个真的在这次会发生这些吗？好，那现在你如果现在问馆长。那个我是中国人，那郑丽文说要让大家所有台湾人讲很骄傲的说我是中国人。你如果现在问馆长，他会觉得中国人是哪里的中国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兵法的最高原则。所以对阿强来讲，如果可以兵不血刃就取下这个台湾，这当然是上之选嘛。那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说当初织田信长就是战国就是第6天魔王，他正威风的时候，根本没有人打得过他。他到哪里就被他打下来。就一波兄弟，原来也敌人就出现在本能寺，就是他的部将明智光秀。明智光秀派他的趁他那个织田信长的大部都离开的时候，剩下一些小的那些守卫军的时候，明智光秀突然就折返。回来去打那个就是织田信长，所以织田信长千算万算没有想到，我堂堂的第6天魔王，原来我就是最后是败在我自己的部将明智光秀的手下。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阿强其实从阿强不是现在才准备要就用这种渗透的方式，从当年他们跟蒋介石大家一直讲国共内战的时候，他就是一路这样用渗透的方式，最后取得天下嘛。所以这一招，即便我们刚刚讲的吴石，那时候台湾蒋介石夺来台湾以后，他也是把吴石埋在这边，他也是时时刻刻思思念念就是要把它拿下来。那是因为后来这件事情破掉，共谍案破掉，所以蒋介石跟中华民国政权才在这边继续存亡了，待了这70年嘛。所以对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小时候，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都还有那个学校还有什么叫做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就我很小的时候都还有这个东西。所以甚至我们当兵的时候，还有保防官，对不对？我看到这边还有保防教育月。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现在，但是因为现在随着可能就是你说。那个探亲交流两岸开放以后，大家慢慢的就对这种敌我意识逐渐的下降。但是虽然下降，不是说我们要把阿强的那边的人当人民、当敌人来看，但是阿强心中时时刻刻想这件事情，你是不可能忘记的。所以讲到馆长，我觉得馆长大概都在他最近比较落魄嘛，就是事业不顺，然后家里也发现一些纠纷，就是我们讲的他的那些部下说他的那些绯闻。那馆长就需要去中国嘛。那可是馆长前几天就心情就很好，告诉你们他现在有人要投资他在澳门的健身房，而且是非常非常大的老板 ，very very big。用馆长这种庞大的声音又说 very very big 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你知道这很大的一围。那现在可是最近呢，馆长心情又不是很好，因为馆长有时候是心直口快，很多人来讲。最近中国的网友在传，微博在传说，馆长他拿到一笔资金，他跟对岸要10亿
是台币还是人民币不知道，可是网友就讲，然后馆长就很生气，要讲这件，但他没有承认他拿10亿这件事，网友他们讲，可是呢，馆长又另外讲了一句，我觉得馆长真的是很多时候祸从口出，他说他要的他没有说他拿10亿的，10亿是微博疯传的，但馆长说他拿的钱是要帮助民众党办媒体，搞选举。我觉得这个更麻烦。就馆长，你跟大陆要10亿是你的事，反正如果人家投资你，那个是商业行为。但是如果你拿的这个钱是要帮助民众党办媒体搞选举，哇，代志都多掉。他刚才在镜头上面，他就讲说，他这边如果赚了钱，因为我刚刚看媒体上观众朋友，有很多人看过他这一段，他说他在媒体上，如果他赚了钱。那他接下来呢就要做媒体，对，然后把自媒体扩大。你看他说赚了钱，他就要回台湾来做事嘛，然后做媒体，把自媒体做大，然后呢要把民进党要2026他这里有个模糊的空间，就是说，如果他拿的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钱，然后受渗透来源之指示，去办媒体，然后再介入台湾的这些选举这些事情的话，那就是反渗透法，最重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如果他是收了对岸的商人的钱，他在那边赚了钱以后，他在等于是变成他自己的钱，他再拿自己的钱在台湾办媒体，那这里面就有模糊的空间。可是究竟是怎么样，这个就是，可是问题是小粉红不太买单，小粉红就说馆长来骗钱啦，讲好先说他要10亿，说要动机不单纯啊，然后还有网友说。微博主说他有点吓到我的，馆长是不是对10亿没概念？然后他就是说馆长要10亿啊，然后但是经常说馆长主张和平，拒绝武统，然后就和平维持现状就是现在，一直说馆长你也没有帮我们中国做什么事啊，然后结果你就给我们拿10亿啊，就很多微博网友，然后就说你没有本事管理10亿的这个公司，所以很多网友在那边还酸他，就说你这个就是变得好像你有点像是。好像空口说白话啦，就是说你也没有实际上为中共做了什么事，但是你就是可以先拿到这一笔钱，那所以这里面在最后大家讨论的一件事就是说，因为就是说那到底谁会给他这么大的一笔 very very big 的钱嘛？那当然我们在讨论就是说，可能是那一位不是林志玲是陈志玲也都是名人，但是就是大家馆长说，因为他不是10月的时候去。爬那个万里长城嘛，那这一位在澳门，大家现在都知道的，都认识的，澳门永利的那个总裁，就是博弈事业的总裁。但这边是有一个地方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是说，你知道这边澳门永利的这个博弈事业的总裁陈志玲身价有多高吗？我查过他的那个市值，因为永利集团300多亿港币，也就是台币大概1000多亿，1000多亿是非常大的公司。教哥问你，你今天有1000多亿，你会去投资馆长的这个事业吗？就是说。我这么大的公司，你如果说馆长今天是找一个小企业合资，然后去办那个，而且馆长在他自己讲的，他说他当然没有说是谁投资的，他就说对方啊要给他探几倍不50%，然后馆长说没关系，我拿20-30%就好，对啊没关系，而且重点是说赚的算就都赚的就是分1人1半，赔的算我的，天底下有这种做生意，那如果还是这么大的企业，就是那种 very very big 应该是蛮大的，没有任何。做生意的人都没有这个道理，说我一个这么大的事业体去投资你，我问你，有人就说那馆长有 know how， 我问你，那馆长健身房有什么 know how？他如果有很多 know how 的话，他今天就不会这么的不顺利。台湾其实健身产业蛮发达，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会参加健身房，但是参加馆长的健身房蛮少的，就显然他的 know how 也不是太好。所以如果我是中国的非常大的企业，我要就是跟台湾。合资或是并购的话，台湾有更多更有名的健身房，更何况中国自己健身房一大堆，他为什么偏偏要选馆长？当然，那馆长讲，他不说，他没有说他有收红钱，他也不承认这些，但是他说他如果做生意，如果有赚钱，然后刚镜头上面看到的这些，但将军刚讲的那些质疑，确实会让有人讲说，那相关单位是不是也正在调查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因为我们的包括反渗透法很多的这些里头，确实是明定了就不可以有境外的，包括金钱什么对于国内的政治影响国内政治这些。如果馆长这样子都没被查的话，那个之前那个什么陆配雅雅不就很冤枉吗？他没有做，他只是叫一叫而已啊。小薇还被送回去了嘞。所以我觉得馆长如果这么大声旗鼓，又身为一个100万网红，都这么赤裸裸的都说出来了，检调如果不办他，检调也太好做了吧？然后另外我讲到。馆长其实我的解读啦，他是一个自己的商业危机，他的资金产生的状况，因为他在10年前他的健身事业还有电商事业膨胀的非常快。我去过他一次专访哦，我刚刚离开国民党的时候，他觉得我很棒哇，你敢跟国民党呛虾，太好，来我这边专访。我去过一次，但是我先讲没有拿1毛通告，拿了几块肥皂回来，就这样子而已。他那时候给我的印象就是，他说你看。
我楼下几十台电脑都在卖东西。你看看我上面的直播间，你看像不像这个电台的摄影棚？他是跟我讲说他事业有成，我每个月还捐多少钱，捐多少钱，就是一个有钱有爱心，然后呢白手起家。那当时我们看了，我们也很震撼我到那个林口去，他那个真的是蛮有规模的。后来现在被他的合伙人踢爆，就发现没有啦，对他都是拿人家的钱，都是拿朋友、投资人的钱、合伙人的钱，然后来做人设。那现在呢？他到中国去募资啊，他是说去募资，他没有说去拿红钱，对，到中国去募资，那个钱难道是蓝的吗？不管哈，他到中国去募资，募资回来以后，他的合伙人在担心一件事，就是我当时占了你这个公司里面的股份，可能30%或40%，你一下募了几十个亿回到我们这边来，那我的股份是被冲断，那我有损失啊。你一下募了几十个亿回到我们这边来，那我的股份是被冲断，那我有损失啊。那如果你真的要募这么大笔，因为大家都知道说中国人那个有钱人疯起来是蛮疯的，可能几十个亿是人民币那就是5倍的台币钱灌进来，那么我们这些小股东不被冲散了吗？以后还有什么兄弟好做？他既然这样，对不对？钱还我，我抽手了，我抽腿，我走了，你去跟中国人做生意，他要跑了。所以馆长才会产生了这么多的纠纷。OK， 那这个时候，那你认为馆长他的立场是什么？他的立场就是不管啦，只要有钱就好。所以我觉得馆长说什么要帮民众党开电台做选举选2028，我觉得那个是骗中国人投资的一个说法而已。因为他并没有那么大，馆长没有那么大。如果馆长自己的力量可以供起一个电视台，做一个电视台起来，然后可以帮民众党选上总统。那么馆长自己来选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他是在碰轰，他是在骗中国人。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中国人他是负有相关的指示，接受指示来办事。但是接受指示来办事，这些人，包含他讲的那位女生的这个总裁或是董娘，绝对不是笨蛋。脑袋清楚得很，他很清楚，你叫我来接待他，我就来接待他。但是你真的叫我挹注资金、巨额资金下去的时候，他算的比任何人都精准，所以我觉得馆长，如果你是要骗中国人就算了，可是如果回来用中国人的话术来骗台湾人，台湾人也不是那么好骗的。两岸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大家所关心的重中之重的一段。那这个重中之重，对我们来讲的话，当然你说自立自强，我们总是要有一些自保。那自保以后，再包括所有的盟友之间，然后建起一道的长城，像这样的一些的防御。而这一段，那所谓的国防或是武力的这一段，一直大家关注的重点。今天赖清德总统召开了一个记者会，然后直接讲到1.25兆的国防预算。那这一笔，那包括赖清德总统怎么说的？包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那直接回批说赖总统是要让台海变成火药库吗？然后包括民进党主席黄国昌又怎么说？让你先听一下。来，国防部已经完成强化防卫韧性及不退阵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及预算的规划，预计在未来8年，2026到2033年，投入1兆2500亿元的经费。来建构包括打造台湾之盾，建构分层防御。民主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人及国际友人称呼我们国家为中华民国台湾或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主权不容侵犯并吞。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赖总统，您在玩火啊！千万不要成为麻烦的制造者。在赖总统的一番谈话里头，不但让台海变成了火药库，还把台湾变成了兵工厂。我再讲一次，赖总统，您在玩火啊！没有想到赖清德总统竟然是透过投书美国媒体的方式来宣布我们的国防经费。来，任俊，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1.25，总共1.25兆，对，而这些是特别预算，所有这些，当然，
刚讲到国防部已经完成了这些条例，那显然就要送到立法院嘛。所有相关的这些事，可是赖总统讲的就是未来这8年，显然我们在防卫上面要把所有的国力打造要再上一层这一段。那但是你听到郑丽文刚直接讲了，赖总统啊，你在玩火啊，直接回啦。那我不知道郑丽文口中这个玩火要怎么灭这个火。因为看起来他很纠结，就是说你不应该编这个预算，你编预算就是要制造冲突啊。那也是没有解决，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台湾所做的这些，不管是言论或者是很多的这个做法啊。那我觉得国民党当然在卖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只有国民党能够跟中国谈，但是你也没办法挂保证啊，所以都是走在一个游离的边缘哦。那但因为今天是一大早是大家是针对就是说华盛顿邮报的这一块投书哦，那其实多数都是先从这边看到，说我们这个赖清德这边投书啊，感谢了川普啊，他提到了两岸，那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刚所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规划要投入这个所谓的1兆2500亿的这个预算啊，当然这是换算过来台币。那结果，因为你光看那个报道的时候，其实好像没有讲很清楚啦，所以后来就贴到讯息，就是说总统府要开记者会，然后赖总统亲上火线啊。那国民党最爱批评就是说啊，那个什么团结10讲之后啊，你讲了个几讲之后，赖清德几乎没有什么公开面对大家啊，所以这一次记者会当然相对让大家觉得重视啊。第一个钱的部分啊，因为你这个1兆2500亿是用所谓的国防特别预算。那我看到赖清德有讲，就是说这个部分你必须要编列清楚，不要排挤到正常的预算，所以看起来他会在这个正常预算之外哦。那第二个是因为他提了另外一件事情是具体的时程是8年，好，那你如果看，那就大概就是他这样提8年，而且有一个预算总额，我认为他基本上头纲计划大概已经有了。就是我在8年里面，我哪一年我要投资多少的这个预算进来，看起来那个规划是已经出现了哦，所以才会有刚刚他提到的，就是国防部分几个方向来做，我认为细项有。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哦，先讲 AIT， 因为 AIT 呢，立刻就做出回应哦，国防特别预算呢被要编列在表示欢迎哦。然后还提到说什么哦，这个台湾加入啊这些贺阻全球啊，在国防上做出关键且必要的投资。其实老实讲，重点是还有一个啊，希望国内的各个政党，要正面啊来看待啊。那所以我就非常好奇说，郑丽文刚刚那个赖总统你在玩火啊，他特别讲得很慢，是何英路呛他之前还是呛他之后？好，我认为有可能在呛他之前，因为他还那么平心静气，不然他就可能不把何英路当一回事啊。就是说，现在对于今天的这样一个头纲，但国防部因为你这个预算要送到立法院，现在不用急着他有没有玩火啦哦，就是说你要进到立法院里面去，立法院过不过？所以 AIT 为什么特别要提出这件事情？那现在问题来了哦，就是说如果国民党认为这件事情是要玩火，是加速所谓的中国。未来我觉得对民众来讲会不会比较担忧？是中国只要有任何一个做法，国民党会在旁边拍手。哎呀，就是赖清德嘛，就是你这样，因为同样的案子在沈伯洋的状况里面是一模一样的。沈伯洋被中国发布说我要全球通缉你，国民党有几个人？我没有讲全部国民党，就讲几个啊，就你自己活该嘛。你今天赖清德故意要去弄境外敌对势力啊，你们故意要讲这些，所以才被那个沈伯洋才因此被中国这样搞。要我们立法院来帮你背书，为什么要帮你背书？所以那个给你否决掉，提案都给你否决掉，做声明不要，我们这种不要。那如果按照郑丽文的这个做法，是不是认为反正两岸如果怎么样，国民党会觉得反正中国没有错，中国是被逼的，中国是被弄的，所以呢，中国所有事情都是正当的。我认为这个对郑丽文来讲哦，因为他今天用一个党主席的身份，用那样的语气，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语气跟韩国瑜很像？有病要吃药，要去看医生啊。那郑丽文今天那个说法，何尝他的语义不是这样吗？你自己想清楚，你自己负责哦。也就是现在对于国民党的立场，包括赖总统所讲的这些，现在的立场是什么？因为这个接下来就是在立法院的对垒了，应该会是这样吧？那个第一个啊，就是说国防预算，我觉得要看它到底编的内容是什么。就像上一次。国防有一个追加预算嘛，那时候大家也在审嘛，后来删掉什么？删掉譬如说那个500cc 的水要120块，那个编过来，连国防部自己都不好意思啊，都觉得说好像要再另外找厂商。还有就是一个椅子要5万块啊，就是现在我觉得国防部不要为了编而编，好像说先定一个上限，
定了之后呢，再去满足，然后应该不知道怎么花，买一些投影设备也算是国防预算啊，买一个会议桌，买一个5万块的椅子，所以赖总统如果说要编1.25兆的这个，他是说台湾之盾嘛，那我觉得可以先送过来，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必要，有必要的话当然也是 OK 啊，但是我们怕就是会跟之前一样为了编而编嘛。可是刚刚郑丽文主席已经直接说，他讲的2个，一个叫变火药库，另外一个叫兵工厂。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呢，他现在我们特别去看的嘛，我们明年的总预算如果没有含了1.25兆，就是摊提过后的钱哦，已经占了我们的那个总预算31%，然后 GDP 的3.3%，因为明年的国防预算已经到9500亿了。那如果把这个特别预算摊提完之后，我们明年的占总预算39.6%，等于是说你的100块钱里面已经将近40块是用在国防了，然后占 GDP 的4.2%，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这个数字比起南韩南韩的状况就是它的北边也有北韩的威胁，然后南韩还有美国的驻军，你知道南韩它的国防预算大概占 GDP 多少吗？明年大概是2.42%，那我们是4.2%，所以当然这个预算真的是非常高的，那南韩的计划是在2035年国防预算才要达到 GDP 的3.5%，那所以定到这么高，那当然大家会觉得会觉得吓到嘛，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我不知道刚刚黄国昌讲的，我觉得也是我的疑问啊，1兆2500亿，这是非常多钱的一个重大计划。我们是最早是从哪里听到这件事情吗？是1个多月前王定宇讲出来的。最早是王定宇把这个事情把它泄露出来。如果这个事情是国民党讲的，早就被办了啦。但是王定宇可以比总统先告诉大家，然后再来。好，总统今天要宣布，但早上先投书外媒先告诉美国人，然后跟国际，然后才来跟国人说我们预计要做这个事情。这个不是反过来了吗？然后刚刚我看到最新的新闻是。赖总统亲自证实说，2027年中共要武统台湾啊！我立刻想到说，你那时候在选总统的时候，你不是告诉大家讲说，你当上总统是最不可能打仗吗？怎么现在你已经证实2027要打仗了？那还是你讲的是说，你当总统你不会打中共？所以为什么在你的执政底下，2027年要武统了呢？所以这样子讲，到底第一个。资讯哪里来的？第二个讲出这样的消息，大家当然那是不是因为为了要买武器做一个准备？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有很多讨论的。这件事情先讲来，亮君刚刚讲到赖总统是证实老共2027要武统台湾吗？还是因为美国那时候不是几乎有好几个时间点，2027、2035什么类似这些时间？这一段，因为这个牵涉到所有的观众朋友看了以后，那个讯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些情形？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才郑丽文主席是直接在赖总统讲完有他的回话，就是你在玩火啊，火药库、军工厂。然后赖总统有讲，2030年以前那要达到 GDP 的那整体来看是5%嘛。来印的人直接批了4个字：丧权入国。你怎么回应？我先讲一下这个2027年的部分，然后我想赖总统讲的事情，大家应该要清楚理解，就是说。2027这个数字，其实不管是说很多的军事专家，或者是国际情势的专家，都有点出包含2027、2035等等。2027年对于中国来说，他们现在所得到的情资，大概是说他们在军力上面，针对台湾海峡部分，针对台湾军力上面重新配置的一个重要时点。而2027年的这个时间点，他们就是要朝向武统台湾的这个方向去前进，并不是说2027就会开战。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大家要能够理解今天所提到2027年这个年份所代表的意义。那再来就是说这个赖总统，我想现在抛出这个1.25兆的台湾之盾这个非常重要的国防预算，从2026年到2033年这8年期的规划，去提升台湾整体的国防的战力跟国防的自我防卫能力。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要乐观以待，因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赖总统他在这个媒体上面投书，然后他在今天早上也跟国人来报告这个事情。他除了向国内报告以外，为什么还要特别去跟国际上面投书？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当然除了俄罗斯、乌克兰之外，有很多的这些区域紧张。其实按照现在全球化的影响，整个世界都会因为这种小型的区域冲突，甚至是中型。这个俄乌战争，我想算是大型的啦，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冲突，都会影响全球供应链跟全球的这个局势发展。所以今天在印太地区一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武力威胁跟挑衅的状况，中国一直不断的对台湾从来没有放弃武力侵犯的状况。赖总统所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宣示，第一个是对台湾绝对是好处，因为提升自己的防御能力，然后。很重要的是，这个我们的国防其实一直在做的就是不对称作战，因为你说这个中国，当然他们就钱很多，人很多，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些不管是无人机也好，或者是 T-Dome 也好，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不对称作战的这些利器了哈。那第二个是对区域也是有利的，区域和平的稳定。你说像最近这个高市早苗所提到的台湾有事的这个事情，为什么连日本的议员在国会里面，他们也要这样问他们的总理？因为他们也想知道说，当台湾海峡这边出现所谓的冲突跟危机的时候，日本方要怎么因应？当然，第一个是日本方。因为日本包含像冲绳等等，其实离台湾也都很近嘛。那这一些他要怎么样保护他的国民？另外一个就是，当这一边爆发冲突，如果危机事态不断的扩张的话，那日本会受到什么影响？所以台湾提升自己的防卫能力，这对区域绝对也是正面的。再来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全世界都希望不要有任何的动荡跟这个战争的爆发，台湾也要展现自我的防卫能力啊！之前这个大家不都一直在讲说啊，这个不要靠美国啊，不要靠其他的国家，不要靠万一其他国家不来救你怎么办？那也没错啊，那所以我们要靠自己。你要不要回应一下国民党？你说国民党人就郑丽文直接讲说玩火，然后包括火药库、兵工厂。然后上权入国，你要不要直接回应国民党？我觉得这没有玩火的任何意涵啊，就是今天就自我防卫，没有什么玩火啊，没有任何的挑衅，所以今天想要把这个事情变成挑衅的是谁？是国民党，国民党想要曲解我们自我防卫的这件事情，所以想要去挑动所谓的这个两岸之间的敏感神经的是国民党。所以现在在玩火的是郑丽文，不是民进党。想要去挑动所谓的这个两岸之间的敏感神经的是国民党。所以现在在玩火的是郑丽文，不是民进党。国民党没有玩火，国民党是最希望和平的。我觉得提升国防自主或防御能力，大家没有意见。但是有没有要提升到这么高？因为这个数字真的是很高。我刚刚也举了南韩的例子，所以不是说一句话就是要提升，所以就要拉到那么高。你还要看说你的国防预算编了之后，你有没有达到实际上的效果嘛？我们现在国防预算本来就编了很多都乱花，刚刚举了一些例子嘛。然后现在。那个美国还叫我们去投资，帮那个菲律宾去升级他的军事基地。我在立法院也有问那个外交部次长啊，他说：“哎呀，这个就是安全的 sharing。那他为什么不是菲律宾来投资我们？就是我们就是美国叫我们干嘛就是干嘛嘛，然后台湾就会被人家当盘子嘛。然后再就是好，美国一直叫我们去提高国防预算，他其实是如果是看数字 ，OK， 那说他们官员讲说，你投资菲律宾。”那也有助于你的国防预算达到 GDP 的5%，好像我们就是好像为了花钱而花钱。我觉得钱可以花，但是要有正当性跟合理性。来，将军，我补充一点哈，如果说玩火的话，我从15岁玩火玩到47岁退伍，我都在玩火啊。如果备战是玩火，那我一直在玩火。我回想起我刚刚下部队，1990年，民国79年，我到部队报到，我的营长约见嘛，菜鸟排长来报道他约见，我就问我们营长一句话，我说报营长。什么时候会打仗？你知道民长跟我讲什么？1个月后。我说1个月要打仗，他说急不急？我说急啊，把你的兵给我训练好，到时候打仗的时候，你的兵不能打，战车开不出去，我就唯你是问。你知道后来多少年过去了？我的长官升了2颗星，我升了1颗星，他来看我，我说鲍营长，你当时骗我。他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我说你跟我说1个月会打仗，现在你都升中将，你都从中校升到中将，我从中尉升到少将。也没打仗，你知道我营长跟我讲什么？因为我们2个在建军备战，我们没有让我们的国军空转，
所以扛到今天。所以这句话我记到现在。所以你说赖清德总统今天讲说1.25兆多不多？很多啊，很多。可是你说这个钱乱用不容易。我在国防部战规室待过，你一笔国防预算要经过作战需求。刚刚任俊有讲系统分析、投纲、建案、签约、履约、交货、验收才会成军。它是一套很完整的一个系统，你说乱用不太容易。到最后我讲的很简单，做个很简单的结论：和平很昂贵，但是和平呢，绝对不是求来的。战争是要人命的，但是你避免战争也不是靠运气博来的。你要建立足以吓阻敌人不敢打你的军力，这才是真正踏实的和平。明凤。战争跟和平会是未来2026，甚至尤其是到了2028这场选战里面，尤其蓝营会主打的一个选项吗？我觉得还不至于到这一步嘛，就是因为要求我们提高这个国防预算，的确是美国一直在要求的。那我们可以自己评估嘛，那列8年的预算可以慢慢弄嘛。那因为你要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是实际上是跟对岸是最靠近的地方。那如果要发生战争，军费都别人负担，恐怕也不是很好吧？那我们提高我们自己的军费，那主要是说这些军费有没有使用到一个比较适当的，然后真正能够发挥到保卫台湾的这个武器。在野党应该是要考虑这个东西才对，就是说你整个购买的武器是不是用台湾，然后整个编列的这个方式是不是够？所以说。你说2027，我觉得这个是很早的目标啦，哈，很早的目标。现在应该中共应该没有能力在2027年干嘛，所以说，但是问题是不能说中共不来，或是2027年没有怎么样，但是他的目标还是在那里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全面的备战吧。尤其是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这个动不动就开始在黄海，比如说连日本讲这个话，他在黄海也敢去军演啊，或怎么样。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要求，像美国就第一时间说 OK 嘛。那美国今天也发布了一个照片，好像就是古立言在跟朝野的立委协商这个预算的问题。那显然就是说，我们整个过程，我们提高我们自己保卫能力并没有错，但是这个内容，我觉得在野党应该要理性的监督。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讲什么一桶水几块钱那种漱口杯的事情，你应该讲说，对，要讲大海说你这买的战机不对，或者什么东西不对，或者这样部署不对，你要有本事就谈这种嘛，你给我谈一瓶水500万啊！好，那对国人来讲的话，所有这些不管是国际局势，或是两岸之间呢，或是意识形态，所有的东西，到最后会落到哪里？到最后会落到包括在2026、2028真的选战对垒的时候，老百姓到底会选择哪一边？那未来两边的各阵营之间，大家所有的选战主轴为什么？可是蓝白合看起来，应该是蓝营跟白营未来要走的一个方向。对绿营来讲的话，不管是2026各县市首长或议员席次，甚或到2028，那最高中央的位置，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大家决战点各自不同。可是如果要讲蓝白合，先看白营来一周。白营现在如果真的讲蓝白合，到底跟谁谈啦？柯文哲柯主席，因为最近讲他不是班师回朝在那个民众党里面有办公，对，然后黄鸿昌陈佩琪好像有写一个致谢黄鸿昌嘛。那这所有这些有人，当然以前大家就讲这是算明朝夺门之变嘛，所有类似这些，未来他们发展，你觉得怎么办？应该是这样讲，最早是民众党的一个组织部的副主任，他就抛出一张阿伯在民众党好像是上课的一个画面，就说阿北好像就是年纪还是很关心这些上课啊，就那张照片啊，大概不到半小时吧，就突然就撤下来。好像大家就一阵骚动，说为什么 po 上去又撤下来？就重点是柯文哲进到民众党去。后来记者就问黄国昌，想说这件事也盖不了。黄国昌说：“对啦，就是他有一个办公室，他说不是在民众党，但是就是同一栋大楼，就台波大楼的楼下啦。所以至少黄国昌也证实，就是说阿北现在会回到台波大楼的楼下去工作啦。民众党在楼上楼上楼下不是赶快。老看了他知道柯文哲也办公室嘛，大家知道他那个什么中央都在楼下嘛。好，所以至少可以证实一件事，就是柯文哲现在会回去工作。好，那回去工作，大家就开始讨论嘛。但我觉得他们当然要辟谣，所以，但是我觉得他们动作越做越多，我就让大家觉得这里面猫腻更多。首先就是黄国昌不是最近去日本出访嘛，大家看他们柯文哲的那个 IG 马上就 po 出来，就是说柯文哲跟黄国昌两个太阳的有没有？那柯文哲说太阳不错啊，就是多一点也很好，有两个太阳都好过没有。可是你看那个气势，你看这个这个。
黄国昌那个笑的是灿烂，穿的那么帅，阿北在旁边好像他小弟一样。虽然黄国昌口口声声说柯文哲现在是老大，可是你看这个画面，你说他是老大，他是小的，我实在是很难，就是你知道画面会骗不了人，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陈佩琪昨天也去接受专访，他就说其实他们柯家很感谢黄国昌啊，就说。要不是没有他接这个党主席的话，他们党早就垮掉了。然后昨天就讲，可是我觉得铺陈的越多，就让人家觉得这里面的猫腻越大。为什么要这样讲？你以为当年刚刚小虎哥讲，当年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就是当原本的皇帝明英宗去北伐去瓦剌的时候就熊碰轰嘛，就被瓦剌抓到以后，那变成没有皇帝。那没有皇帝的话。那后来他们就扶持了英宗的弟弟叫代宗，就坐上去。结果呢，瓦剌后来发现说，我原本以为掳了一个皇帝，我们来过来跟我谈判，结果没想到他们扶持了他的弟弟代宗上去。我这个英宗老家的不好，所以过1年就把他送回去。他想说我的狐狸，结果回去以后问题来了，问题在哪里？回去以后，这个代宗他并没有把这个皇位交还给他的哥哥英宗，他就把他哥哥。捧为太上皇，然后供在一个叫做南宫的地方，然后开始派锦衣卫，每一天的跟监，就把他的哥哥等于是软禁他哥哥，软禁多久呢？软禁了整整7年。那他哥也不是笨蛋，也不是吃素的，可是他哥没办法，因为现在形势比人强，他就忍。可是整个民心，我现在讲的是民心，最后大家知道发生夺门之变，代宗生病的时候，英宗就。他的那些部将就把英宗拉回去，然后就最后就扶了皇帝。可是你以为就这么简单吗？不是，因为这7年的中间呢，其实民心整个北京城啊，那些民众都在想说，前皇帝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啊，前皇帝他还是去御驾亲征，那只是他当然有点鲁莽，但是他是为国家去亲征，所以被抓起来。那他后来回来了嘛？那他也没有对国家做了什么不应该的事情，他为什么不能回去当皇帝呢？那加上代宗，他其实他的行为各方面，民间也觉得说你做了嘛不会瓦赫，所以这里面就其实隐然就形成一股，就是好像要希望可以赢回原本的皇帝。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最后当代宗他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因为他生病的时候，就直接这夺门之变就回来。所以现在大家来讲嘛，柯文哲现在虽然回来已经交保出来了，对不对？但是你黄国昌当然是第一个，你黄国昌你也没有个动作啊。比如黄国公，那我就愿意把民众党的主席什么的满薄嘛。好，当然柯文哲，我相信他也不是那种人，他不会去跟他抢这位置。好，那第二个，黄国昌，你这一阵的表现，你有比较好吗？你如果说众夫人望，大家都说国昌这个主席做得很好啊，大家额头盖到记，那我觉得柯文哲可能也觉得OK，但是没有啊，你黄国昌他卷入狗仔门的风波，你到现在还没办法去解释这里面这些事情，其实所以很多草其实对黄国昌有意见啊，黄国昌是冲，但是很多草对他觉得说。这不是我们希望的，所以这里面就变成隐然形成一股，就是说还是很多小草们希望阿北可以回来真正，然后加上阿北现在动作也开始大了，你们看见他也会进办公室，所以这里面就隐然形成一股，就是说是不是什么时候等到黄国昌再衰？我跟你讲，当初夺门之变也不是说夺就夺，那也是要等到原本的皇帝慢慢衰落以后。那个原本的太上皇才回来，那现在同理嘛，现在就是要等黄国昌什么时候开始衰落，检调还没办他啦，现在只是分他治案，等到之后检调如果慢慢越谈的时候，黄国昌的那个是不是慢慢衰落的时候，我觉得隐然有一股势力希望赢回这个柯阿北，而且柯文哲，其实结论就是柯文哲还是大于民众党，而民众党大于黄国昌，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黄国昌你是当初是带枪投靠，虽然你表现得很好，你这些年来，陈佩杰说你为了阿北贡献很多，但是也就如此啦，你并没有办法让民众党扩张得更大，而且反而感觉起来好像会不会哪一天把民众党卖掉，他们也不知道，民众党是因为是他的孩子。而且你可以感觉出来，黄国昌他其实对他自己人比较疼。我们就讲新北市就好，他虽然真要选新北市长，那当然是花把他给。那4大金钗哪一个是柯文哲的人嘛？Hello， 你搞野狼啊！这就跟你当初在时代力量很像啊！你每一次你在时代力量当老大的时候，那时候出来选的议员都是你自己的嫡系嘛。只要不是你嫡系的，虽然时代力量那个爱理不理啊。所以我觉得民众党有过去黄国昌这个经验，然后再加上他现在疼爱自己嫡系的那个程度，好像其实很多民众党人今天要选议员的也默默说，我们都没有资源啊，黄国昌就只疼他的金钗啊。所以我在这个情况下。到时候黄国昌这是一来一往，当这一颗太阳慢慢衰落的时候，另外一颗太阳什么时候会变成夺门之变，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刚才那个易中老师讲那段，当然那个后来那个有人叫代宗，那他当时叫明景帝，对，有代宗叫景帝都可以。那中间当英宗回来的时候，各位知道，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出现刚才讲不只是夺门之变，中间有一段的角力，你知道那个宫闱之深啊。因为当英宗被迎回来的时候，后面的被立的那个景帝，就后来那个代宗，他直接摆了一个大阵仗，
把玉玺叫太监拿着，就他去看了英宗，就直接跟英宗，因为他是他哥哥，就请哥哥就皇位，玉玺在这，全民万民所托，请哥哥来。明英宗不是笨蛋，他知道他只要点了头，因为现在皇帝还是代宗，他只要点了头，马上就被杀了。所以明英宗就打死说：“当然不要！你在这段期间把国家稳定做得多好，当然万民拥戴，还是弟弟继续来。”前后3次就来了3次，讲了3次，明英宗打死就告诉他们此事莫再提。然后就告诉他弟弟说：“那我未来应该在哪？南宫吗？啊，他就直接往那儿走，头也不回一下。”他才保住了这条命，才有7年之后的夺门。所以那个过程大家会试水温的，你到底是这算你的场子还是我的场子？现在谁为王，谁是次之，这个大家要讲清楚。可是现在因为毕竟蓝白合之下，对蓝营一定有这样的情况，那大家会算数嘛，对不对？都是这样。但明凤，所以呢，柯文哲呢？因为现在包括讲什么土城10讲啦，所有这一连串的，你可以想象出来，他势必会再掀一波的波涛啊。对啊，就刚好引用那个明朝的历史，好像真的黄国昌当过一天真的皇帝一样，他有吗？哦，你觉得没有？他根本就没有当党主席啊，他从头到尾都是柯文哲的傀儡，不是吗？他只不过你看柯文哲多，我觉得柯文哲才是他的傀儡，柯文哲在里面的时候比较像是他的傀儡。好，你讲完后我讲，然后不是。你看他柯文哲的动作有多迅速，对不对？他这个正皇会的当天就叫这个陈志涵颁布了，我不是说先皇，我每次都说太上皇的懿旨，要注意民调。然后第2天马上就叫党部说我要复出了。我不是说先皇，我每次都说太上皇的懿旨要注意民调。然后第2天马上就叫党部说我要复出了。12月中旬左右言辞辩论完我就复出来上班了，然后就开始 po上 AI 课的照片等等，然后再来就是2个太阳怎样他们就开玩笑说你趁黄国昌出去你就偷偷进来啊怎样？除了柯文哲，然后黄国昌第2天就马上也帮忙宣布说，这个柯文哲12月中旬要复出，而且我每个礼拜都跟柯文哲2次见面，显然就是告诉大家我不是边缘人，不是因为这个圣旨是陈志涵颁布了，我就是局外人。然后这个要复出的新闻我也知道，所以你看嘛，你第1天去党主席高峰会，第2天马上。柯文哲就告诉你，我要出来了，我要复行世事了，所有的东西都要我操盘了。然后当天又提醒你要注意什么民调，你觉得柯文哲有一天要让吗？今天连港媒也开始讲说，柯文哲就是什么在试水温或是怎么样啊，他就是本来就是要出来了。如果这言辞辩论你没有很糟糕，或是没有在背这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他现在为什么要上 AI 课？他秀的是 AI 课，他不是什么，我觉得他应该上民调课，可是他上的是 AI 课。AI 课就是大家现在很流行的，很新潮的，跟大家要这个未来展现未来的这个企图心的。所以我觉得他就是然后2个太阳又怎么样？反正我们小党嘛，热度高一点是怎么样？未来他就是唯一的太阳了。可是不管民众党是谁当家，不可能不蓝白合吧？因为不蓝白合对柯文哲来讲的话，如果蓝白合能拿下2028，对，一定有人会跟他说这对你也比较有保障啊。没有错啊，都是要蓝白合，但是黄国昌式的蓝白合跟柯文哲式的蓝白合就会有落差了。柯文哲有小草能量，剪个头发42万呢，4.2万，42万。然后这个小聪去骑车也没人看啊，那他能跟他比吗？他做了2年立委，当了1届党主席，什么流量都没有。然后这个他想的只是新北市而已，可是柯文哲是要全盘讨论啊，他的分量毕竟他
他的筹码多嘛，因为他流量高、口才好、声量大，所以这个未来对于蓝营的蓝白合，就是挑战性更大而已啦。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蓝白合，当然啦，这个我们跟2024年比，对蓝白合有利的地方就是柯文哲更恨民进党了，恨死了，他可能就会牺牲一点，然后呢，民调可能好了，你们说的算，不用6%，不用6%了3%就好了，这样子就是唯一就是这样子嘛。但是未来的大局，还就是义中刚才讲的，为什么会有人一直要希望这个所谓的柯文哲出来？显然黄国昌是这1年里面他的资源没有分配均匀嘛，他还内部很多的派系，那还是要柯老大，他叫他柯老大出来主持大局，而且柯老大民众党是他创的，他会看也整个党落在别人手里吗？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对于黄昌主席来讲，任觉新北，那大家就在讲新北嘛。然后前2天，这2天看到那个是民贤吗？对，在讲说，副市长刘和然是不是可能会要退了，或者什么？刘和然不是出来驳斥，他说他没有谋生要退役啊，或者什么这些。但重点是对黄昌来讲，新北他真的一定要在这一局吗？我先讲啊，因为是李明贤在网络节目里面说就他所了解啊，所听到说这个刘和然的团队明年1月开始陆续会归建，对会回去那刘和然立刻出来讲说没有这件事啊，我认为这是正常反应，你要选的就是这样嘛，开什么玩笑，跟你一讲对不对？你台北市的跑来讲说我新北的我不玩了这样子对啊，为什么不是新北的来讲？对嘛所以我觉得刘和然那叫正常反应，为什么？我必须 hold 住我的支持者。这就是外界在看黄国昌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前面一直强调说我要代表民众党参选，我要争取这个然后我要蓝白合作，不然火车3月时间到就开走。然后突然，我不是一个输不起的人，我也不会扯后腿，大家不用担心。那我就讲嘛，刘和然那个是正常的反应啊，黄国昌反而不正常。那还有一个反应，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就是现在，如果要蓝白合，尤其对白营，不管怎么样，蓝营的政治人物，尤其高层政治人物，应该理论上都当朋友，不要得罪嘛。是。那请问一下，那陈志涵为什么要出来讲说？因为他们讲说民调嘛，黄国昌不是输，就一直都输，连刘和然都输。他要出来讲说，没有啊，那时候侯友宜不是民调也赢柯文哲吗？结果后来不是也选输柯文哲？蓝营的人就跳脚，他什么时候选输过？他什么时候输过？可是不管怎么说，你这样讲。侯友宜会开心吗？当然不会，而且他还否决黄国昌的提案呢，没有蓝正白副的提案。为什么？我认为陈志涵这几天的说法，事实上字字句句针对的就是黄国昌啊。国民党不是陈志涵要对付的对象。因为老实讲嘛，按照他们的讲法，就是说只要不用管国民党要不要跟我合作，对不对？民众党怎么拿到席次？只要让民进党的不当选就好，不是等于废话嘛？那不然你国民党没投给你，而是民进党跑来投给你民众党，那不是比登天？我不能讲比登天但最少难度也很高嘛可是刚刚所提到的他所有的这些东西为什么讲要针对黄国昌？黄国昌说我不会输不起，我不会扯后腿。大家在回忆当年面对面那个画面，柯文哲很高兴坐在那里，还在跟你主持人在那边讲告诉你26点怎样，我都谈完了。隔天是不是立刻翻脸？还不是柯文哲翻脸，他全家都翻脸，全党都翻脸，而且大家一起发。那一天黄国昌在讲说，我不是扯后腿的人，陈志涵就坐在下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骂我啊？那一天我还哭哭啼啼的，就上去之后，那个朱立伦叫我出去，我还看着柯文哲怎么跟讲的不一样，柯文哲也不管他，就出去，那陈志涵就下来，就是你今天再回来看，国民党对不对？你就每区都让我们嘛，这叫的多大声啊！你每一区都让我们嘛。他是不是这样讲的？那个议员每一区都让什么4+2，我民众党要是每区都让我，然后后面讲了一句，不好意思，新竹没有新竹是我们民众党的没有要让对不对？新竹是我们有，不是啊，你要叫人分离结果你自己讲我的就我的，你讲的跟黄国昌是完全不同不过现在看起来，元之，郑运文今天已经包括选战啦、选战小组，包括连蓝白合工作小组，都成立了。在这个节骨眼，蔡壁如再加一句话：蓝营该让就让，如果没有善意，大家合什么？现在显然对白营来讲的话，那已经是感觉上，你们大家态势都已经摆成这样，那到底合适什么合法了？
我觉得我们有善意啊，但是蔡壁如现在讲这个到底代表谁？对啊，为什么？我不晓得。但那你觉得陈志涵有善意吗？代表太上皇的意志。这我不晓得啦。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有成立蓝白合的对策小组，也有对接啊，陈志涵也是其中一个人啊。所以我还是觉得蓝白会合啦。那至于说现阶段，比如说陈善说什么，或者谁说什么，那就只是说大家为了要之后可不可以叫一点筹码啦，我觉得是这样啦。那个其实我觉得民众党要的东西，我也不觉得说有很过分啦。我们是很有善意。你觉得他们要的是什么？第一个，他要新竹市长嘛，他说新竹市国民党不管怎么样，他一定会推人嘛。我觉得这本来就是新竹，本来就是他们的啊。那国民党不推人，我还有什么？只要新竹市长吗？还有呢？其他我不晓得啊。那其他的部分，因为黄国昌至少我们在的新北，黄国昌没有说要选到底，他要整合啊，所以我觉得新北问题不大。那至于说其他的部分，这看不出来民众党到底是坚持哪一个。而且议员的。我也不觉得民众党真的很希望国民党让，因为以台北来讲，他们现在要4+2嘛，4连任应该没问题。现在4个，那个连任没问题。那个2，我基本上我也觉得会上啊。你就看嘛，中正万华就是吴怡轩，吴怡轩这次很强他左打马玉文，右打钟小平，他就上了啊。人家上次就落选头啊。然后这个松山信义徐府啊，就是陈志涵老公啊，也很强啊，所以台北也没问题啦。他们现在要4+2嘛，4连任应该没问题。现在4个，那个连任没问题。那个2，我基本上我也觉得会上啊。你就看嘛，中正万华就是吴怡轩，吴怡轩这次很强他左打马玉文，右打钟小平，他就上了啊。人家上次就落选头啊。然后这个松山信义徐府啊，就是陈志涵老公啊，也很强啊，所以台北也没问题啦。所以我不太知道说。民众党到底就是这一波到底的目的是什么？不过现在看起来这一波一路走下来，亮君，今天还有一篇媒体在报道，是在讲说，如果蓝白合像这样子一路往下，不只是2026，对民进党来说，2028恐怕都是个苦战，因为2028是连任嘛，对不对？这种连2028都是个苦战，更何况2026很多的地方，刚刚都已经讲到，虽然大家各自放话，那都是放话，要筹码。反正到最后，只要一定调，刚才任俊也讲，所有的目标只要拉下赖清德，拉下民进党。当这个一弄的时候，对你们来说，未来这一仗该怎么办？新北你们已经提了苏巧慧了，那未来对阵呢？我想，反正对手到底是谁？这个当然，这个我想国民党接下来应该也很快会底定了那但是就是说。不管对手是谁，我想我们的候选人，像今天除了新北苏巧慧以外，苗栗县长我们也已经确定要派这个这县议员陈品安要来出战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每一个县市都找到最优秀，然后也是在地耕耘非常久的候选人来出战。所以你说蓝白合接下来他们的目标是要拉下赖清德，可是我觉得也必须要去，就是说他们现在所提出的这些到底民进党做错了哪些事情？因为从过去到现在，你说至少在政策面向上面，我想从赖总统上任兑现他很多的政见，不管在长照啊、健康台湾等等的这些政见上，我觉得赖总统跟卓内阁是非常努力的在去做。那当然在国会里面，因为在国会这个多数党是国民党，那所以在很多的政策上面，确实就是有点捉襟见肘了，就是说你真的想要去落实原本民进党在当初跟选民这些承诺或这些政策，确实就是有点困难。那我觉得在蓝白合接下来，我是觉得我还是抱持很保留的态度，到底有没有可能真正的合作，我是打上一个问号啦，因为。根据大家对黄国昌的了解，我还是觉得你曾经跟他，我还是觉得要跟黄国昌合作的人就真的要小心啦。而且因为黄国昌就是时代力量过去他也不是创党的人，但是他就是会把那个党弄烂。那民众党他也不是创党人，但是我不知道他会把民众党带往什么方向。但是他所思考的事情是不是整个民众党整个民众党的发展，还是他个人的发展？因为现在柯文哲出来之后，你也可以看到说这个民众党内部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所以蓝白合之间到底能不能顺利？那以及在2028国民党自己在人选上面，
有没有可能继续跟白营合作？因为郑丽文主席上任之后，大家过去本来想说2028可能是卢秀燕出来出战，那现在在整个国民党在两岸路线上面，如果越来越靠中国的话，那对于民众党来说，我觉得对于民众党黄国昌而言，他当然还是会，你知道，他也会想要保持一点距离。OK， 但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到底要怎么和？然后能够和的程度有多高？然后什么时候翻脸？我觉得我还是很保留啊。将军，柯文哲要讲土城实讲，他是要把那个政治受害的那个形象一路往下拉吗？就一路拉，不管到判决，那可能明年1月2月判决出来或什么，他要一路往下拉，是塑造未来在选战里面对民众党有利的一个这样的态势吗？他的目的是在这吗？我倒觉得柯文哲不会这么想。柯文哲不会这么想，因为柯文哲这个案子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我认为柯文哲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为什么要弄土城实讲？因为他还能讲什么？他不能讲跟案情有关的事。大家现在对柯文哲比较有兴趣的是金华城啊这些，他不能讲嘛。他讲了又被压回去，那可能不止10讲，可以讲30讲。对，那他只能够把他在土城这段讲出来，大家有兴趣，主要是吸收人气啦。那另外我讲黄国昌蛮怪的，他说。因为之前他一直叫柯文哲主席，后来他说柯文哲跟他讲说，你不要叫我主席，你自己都是主席，干嘛叫我主席？那我叫你老大就好了。其实我们以前带过的长官，或者以前带过我们的人，如果他的阶级做得比我们小，我们会叫他以前的职务。例如说有一些可能他中校或少校就退伍了，我会叫他连长，叫他营长。那柯文哲干过市长嘛，你就叫他市长不就好了？有这么难吗？叫老大不好。对，那个你想他再被关进去啊？那不要闹了，不要叫老大嘛，你叫市长不是很好？因为你全民众党里面只有他做过台北市长，绝对不会搞混。或者以前带过我们的人，如果他的阶级做得比我们小，我们会叫他以前的职务。例如说有一些可能他中校或少校就退伍了，我会叫他连长，叫他营长。那柯文哲干过市长嘛，你就叫他市长不就好了？有这么难吗？叫老大不好。对，那个你想他再被关进去啊？那不要闹了，不要叫老大嘛，你叫市长不是很好？因为你全民众党里面只有他做过台北市长，绝对不会搞混。你叫柯文哲台北市长。也没有羞辱他，也是一种尊敬嘛。OK。另外我讲这段时间黄国昌跟柯文哲之间的这个想法都叫蓝白合，但是合的意义不一样。柯文哲的合是希望从蓝白中间找到壮大民众党的方法。这是对的嘛？这是对的。我要从蓝白合的这个诱饵里面，我能够钓到大鱼，变得越来越壮大，这才是当个党主席的气魄。黄国昌不是吗？黄国昌从蓝白合里面找到自己的好处，找到自己的好处，一个是要成就政党，一个是成就自己。因为黄国昌是什么样的人？黄国昌是一个就是我现在能用你民众党，我就用民众党；今天不能用了，我换一个党再用。这是他的专长啊。所以柯文哲又很怕黄国昌把民众党关灯了啊，民众讲的完全正确，啊、民众讲完全正确。现在的民众党主席是柯文哲。柯文哲当初就有远见，他那个2年条款，你说是为了那些民众党的不分区吗？没有，他其实就是为黄国昌设的。这绝对是，你们大家，我们不是共识、没有，我们不是看中黄国昌，是他真的有这个能力，他真的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可以牺牲任何人，除了他自己。OK， 对，那可是柯文哲的做法是说，我现在还有一点那个声量哈，我希望能够带着民众党往上走，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党主席嘛。任俊30秒，根据一个说法。黄国昌后来在民众党所走的路线，跟柯文哲事实上是有一些脱节的。也就是说，你极力的把跟国民党关系拉拢，然后极力的去仇恨民进党的这件事情，到底对于民众党的发展有没有帮助？我还蛮期待他的团结实讲的。土城实讲啊，对不对？土城实讲，因为他们一直在骂赖清德的团结实讲，讲一讲就不见了啊。但是我可以跟你说。我刚刚讲的用词应该也没有错。我认为他那个实讲不会把仇恨放到前面去。
据说啦啊，就是民众党内部有一直在调整，就是说黄国昌之前因为一直不断的冲撞，甚至拉拢国民党，但是国民党没有给予正面回应。你看国民党现在面对到这个黄国昌那个民众党态度的转变，大家的说法啊都会变成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那我们还是团结，我们还是希望那个友善。我认为柯文哲接下来在这个路线上会稍微做一点调整，所以白营跟蓝营之间的合作会因为柯文哲慢慢再继续往下实际，也许在主导一些以后会有点改变。黄国昌已经把绿白会合作吗？黄国昌已经把所有的东西讲到这么硬了，谢立功到最后柯文哲丢了一句话。那个2个太阳，你真的回来看柯文哲后面那一句是我们怕不够热，那代表什么？黄国昌你一个人在那里搞，你没有把民众党声势搞起来啦。所以那个所谓的土城实讲其实我不会用负面的状态去看但我知道是民众党内有一些人其实认为说，我今天走这个高度对峙的状态下，民众党其实没有捞到啦。国民党愿意给他什么？国民党现在是没有要放的这个状态之下。我一直去骂司法，一直去骂赖清德。说实话，我们除了柯文哲讲的那几句之外，有很多仇恨的那个语言是黄国昌讲的，什么看到赖清德什么鬼一堆的东西。黄国昌在点燃那个怒火的那个挑动那个状态之下，民众党其实没有因为这样而扩大。柯文哲是一个聪明的人。政治上面，如果民众党没有办法再继续保有席次，或者是他能够再往外扩大的时候，到最后逐渐萎缩完，请问柯文哲还有什么影响力？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在未来那个蓝白合如果照刚刚元之讲，当然那是一个往下走的一个方向。那今天郑丽文主席也定了蓝白工作小组、蓝白合工作小组这一块。可是如果是柯文哲跟黄国昌2个太阳真的这样子一路往下的话，未来会不会有任何些许的变化，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当然对国人来讲的话，那这些未来落实在2026、2028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明天见，拜拜。